什么日本料理店里的生鱼片几乎全部都是海鱼？传统市场常见的草鱼、无锅鱼却没人敢生吃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小观察，大大检验。我是医检师 QQ。今天我们用医学角度直接破题。如果你去传统市场逛一圈，最常见的鱼不外乎是草鱼、鲤鱼、无锅鱼，还有鲈鱼。可是很奇怪，这些鱼在市场里非常常见，却几乎没有人把它们做成生鱼片。反过来看日本料理店，鲑鱼、尾鱼、红干、旗鱼却几乎都是生吃。你可能直觉会想，是不是因为海鱼比较干净？但如果用医学角度来看，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。生食鱼类的风险其实主要来自3种东西：寄生虫、细菌以及化学毒素。而今天我们先从最经典的开始讲寄生虫。在淡水鱼里最有名的一种寄生虫叫做 Clonarchus sinensis， 中文名称是中华肝吸虫。这种寄生虫主要流行在亚洲地区，包括中国、韩国、越南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。全球估计感染人数超过3000万人，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常见的食源性寄生虫感染之一。这时候你可能会好奇，寄生虫真的有那么可怕吗？问题在于，肝吸虫寄生的位置不是肠道，而是胆管。当人类吃下带有寄生虫幼虫的淡水鱼，幼虫会在肠道释放出来，然后沿着胆道往上爬，最后进入肝脏里面的胆管。在胆管内，它们会慢慢发育成成虫。有研究记录显示，成虫在人体内可以存活超过20年。长期寄生会造成慢性胆管炎、胆管阻塞、胆结石，甚至增加胆管癌 cholangioscarcinoma 的风险。国际癌症研究机构，也就是 IARC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， 已经把肝吸虫感染列为第1类致癌因子。也就是说，长期感染肝吸虫确实会增加罹患癌症的风险。不过在台湾，因为饮食习惯改变以及公共卫生条件改善，肝吸虫感染其实已经相对少见。现在比较高风险的情况，反而是到东南亚旅游时食用当地的生鱼料理。那肝吸虫到底是怎么跑到鱼身上的呢？它的生命周期其实非常复杂。第一个宿主是淡水螺，寄生虫卵进入水中后会被螺吃进去，在螺体内，寄生虫会发育成幼虫。接着，幼虫离开螺，游到水中，然后寻找第2个宿主，也就是淡水鱼。幼虫会钻进鱼肉里，形成一种休眠状态，这个阶段叫做囊优。这时候鱼看起来完全正常，没有异味，没有颜色变化，也没有任何外观异常。但鱼肉里面其实可能已经藏着寄生虫。当人类把鱼生吃下去，寄生虫就完成最后一段铃声。但这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矛盾。既然淡水鱼寄生虫这么多，为什么海鱼却常常可以生吃？其实真正的原因不是海水盐度比较高，而是一个寄生虫学的重要概念——宿主专一性。有些寄生虫只能在特定动物体内完成完整的生命周期，如果进入错误的宿主，就无法长期存活。例如海鱼里最常见的寄生虫之一 Anisix simplex， 也就是海兽胃线虫。如果人类吃到含有幼虫的生鱼片，幼虫有时会钻进胃壁，造成剧烈腹泵，病人可能出现恶心、呕吐，甚至需要用胃镜把虫夹出来。但海兽胃线虫有一个特点，它真正的最终宿主其实是鲸鱼、海豚或海豹，人类只是意外宿主，所以海兽胃线虫通常无法在人体内长期寄生。另外，现代合格的生鱼片通常还会经过超低温急速冷冻处理，例如美国食品药物委员会 FDA 建议-20°C 冷冻7天，或-35°C 急速冷冻15小时，这样可以有效杀死鱼肉中的寄生虫幼虫。所以在合格餐厅里，生鱼片感染的寄生虫风险其实已经大幅降低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必须破除最大的迷思：鲑鱼到底算淡水鱼还是海鱼？鲑鱼其实是一种洄游鱼类，它们出生在河川，长大之后游到海洋生活，成熟之后再回到河川产卵。但现在餐厅吃到的生鱼片鲑鱼大多都是养殖鲑鱼。养殖鲑鱼之所以寄生虫风险比较低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
它们从小生活在人工养殖环境，不会接触野生鱼类，也不会吃到自然界中的中间宿主。这其实等于切断了寄生虫的生命周期。再加上养殖用的饲料通常经过高温处理，所以寄生虫感染的几率会比野生鱼低很多。但寄生虫其实只是生鱼片的风险之一。接下来要讲的，很多人可能完全没想到，有些生鱼片问题不只是寄生虫，还有细菌。其中最有名的一种叫做 Vibrio vonificus， 中文叫做创伤弧菌。这种细菌生活在温暖海水中，常见于生蚝、海鱼、海水贝类。对健康人来说，可能只是肠胃炎，但对某些族群却非常危险。例如肝病、免疫力低下的人，如果感染创伤弧菌，这种细菌可能迅速进入血液，造成败血症，死亡率甚至可能超过50%。需要注意的一点是，冷冻可以杀死寄生虫，但不一定能杀死细菌。低温只能让细菌暂时停止活动，一旦解冻，细菌仍然可能重新繁殖。最后，这项风险最容易被误诊为过敏的食物中毒之一，叫做组织胺中毒，医学名称是 Scombroid poisoning。这种情况常见于尾鱼、青鱼、剑鱼。如果鱼在捕捞之后没有迅速冷藏，细菌会把鱼肉中的一种氨基酸组氨酸转化为组织胺。当人类吃下这些鱼肉，可能会突然脸红、头痛、心悸，甚至恶心。症状看起来非常像严重过敏反应，但其实这并不是过敏，而是中毒。更麻烦的一点是，即使鱼看起来非常新鲜，没有任何异味，也可能已经产生大量组织胺，而且组织胺非常稳定，不论是加热或是冷冻，都无法把它破坏。所以如果用医学角度总结，生鱼片的风险其实主要来自3个来源：寄生虫、细菌以及化学毒素。而安全与否往往取决于3件事：鱼的来源、养殖方式以及冷链管理。最后，医检师 QQ 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原则：第一，不要生吃淡水鱼；第二，选择来源可靠的餐厅；第三，如果你有肝病、免疫疾病或糖尿病，尽量避免生食海鲜。很多时候，一片看起来非常新鲜的生鱼片，其实隐藏着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世界。寄生虫、细菌，甚至化学毒素。而医检师的工作就是用显微镜把这些看不见的风险找出来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用医学角度破解日常迷思的内容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。我是医检师 QQ， 这里是小小观察，大大检验。我们下次见。你吃过淡水鱼生鱼片吗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。